看一下我畫的這個黃色的線，我看到一個破底翻的樣子，以及我在這邊也就加碼了一次。下次你要看，這個大盤會不會再跌，你就可以往前去推看有沒有創高。如果都沒有，你只要看到下方的震盪，其實都是一個我觉得分批進場的好機會。今天下班經濟學邀請到好久不見的鍾哥跟老於，兩位好。两位好，主持人好。是，那其實我就很好奇哦，老於，你打開盤面，每一天你第一個會關注的是什麼？我很喜歡看盤整以後的樣子，所以我就可以在市場上看出盘整以後的上邊界跟下邊界。然後我自己是喜歡坐在盘整的下邊界這樣。哦，為什麼？我就以我今天刚好是今天吃的單子當例子，有一個箭頭的位置，這就是我日線最近好幾天的日線下不去。我覺得好，那這邊就是我的下緣。那上緣呢？看到上個禮拜大概在30625那附近，也是有一個上一個天花板。對，所以對我來講，我就是喜歡在下緣，然後觀察到下不去的地方。然後呢，我喜歡在下緣等待兩種跡象。這兩種跡象出現，我都可以吃。第一種，我喜歡等盤整下來整理，然後有能力突破整理區間，由上往下踩，有足夠寬度的這個地方，我喜歡買在這。這個等一下會有案例。另外一個是我喜歡做這個叫做破底翻，左邊的上面這個打勾的，是這個叫做我喜歡的標準圖的破底翻。隔壁這個叫做互換，那我就只有在上緣跟下緣的下緣觀察這兩個打勾的樣子。那底下這個呢，因為它可能瞬間衝太多，做多下去就撞牆了，我就不要了。那我用我自己今天早上的案例來當舉例。各位看一下，這邊有兩個箭頭哈，這兩個箭頭是我今天吃的部位。眼前的 K 棒是60分鐘線，它的前面是不是有一個下影線直接凸出來在下面？我吃的位置剛好跟前一張圖的左上角這張圖的這個位置非常的像。我就是在賭這個地方我會破。這是我今天一大早6點鐘吃到的單子。那我後來做了一個加碼，我加碼在這個位置，在這裡。那這是5分鐘的線圖。那我在5分鐘的線圖裡面，第一個我是大刻度的下緣，看一下我畫的這個黃色的線，我看到一個破底翻的樣子，以及本來的壓力變成現在的支撐。那我就在這個地方，這裡有個箭頭，這是系統的箭頭，我在這邊也就加碼了一次。那目前部位應該還在了。那我的風險我是已經很明確的設定在系統裡面。所以等於說我現在手機關掉，電腦關掉，它已經在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裡面。是，所以我就不会因為說我睡覺然後停損没有執行這樣子，所以我可以放心的睡覺。是。那剛剛其實哲新哥有提到說，最近大家都不太敢一直追高嘛，所以有個問題想要請教兩位就是其實我們看到今年台股一路的往上走往上走一個趨勢，由 AI 台積電領軍，包括這個 AI 教父黃仁勳也一直說要加碼台灣所以指數就一路的看好往上這樣。但是兩位還覺得現在是一個進場的好時機嗎？這個6月中下旬，其實大盤有一點稍微往下震盪。那大家都覺得，百貨公司東西賣很貴，那現在打折，打7折，打6折，你看很多，包括像散熱的股票都達到6折，那你為什麼不買呢？所以你可以去簡單的去檢視一下你過去在股災時候的心情哦。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卡，第一個你會看到那個 K 棒，K 棒就是 VIS。那我們看到最左邊那邊有個突然衝起來很高的一個位置，那是2025年4月份的時候，那個時候就是清明連假，那川普老大他拿了一張珍珠板出來，他說，比如說這個老於我克你32%，哇塞，全世界都嚇傻了，針對大家都是要施以這個重拳哦。所以你看，當 VIX 突然衝高，我们往下對，那是納斯達克的位置，藍色，那是不是最低點？對，它就是。所以這張圖簡單可以跟大家說，你只要看到 VIX 在近期突然衝到很高的時候，你可以分批開始去買進。那你買了未來3天、5天，甚至是10天，它都是一個中長期不錯的買點。再來，最近一次創高在什麼時候呢？在6月6號的這個凌晨夜盤時段。那為什麼大盤會跌呢？非農太好。我們想說，哇塞，以前非農太好，照理說應該要大漲啊，怎麼現在變成大跌？那就是因為升息的預期來了哈。對，因為今年剛好換這個主席啊，新的主席，大家本來以為說他跟川普應該是好朋友嘛，因為我們知道川普是偏向
鴿派，他喜歡降息，喜歡股市上漲。沒想到這個家伙一上來，他說以後這個前瞻指引啦、利率點陣圖我都不要了，哇，那個大家一大跳哦。所以6月6號那天華爾街有讓他有點下他馬威，就是好啊，你敢升息我就跌給你看。哦，所以他在這個最近的這個會後聲明，他也不敢有太多的動作。是，那不過他已經開始進行 QT 了，縮緊他這個資金嘛，他其實等於已經實質升息了3碼，在這 QT 的動作當中。所以我們看這一次的 VIX 一樣又創高。那我們看上方的是一個這個股市，那是不是又落底了？對。所以下次你要看，這個大盤會不會再跌，你就可以往前去推看 VIX 有沒有創高。如果都沒有，你只要看到下方的震盪，其實都是一個我覺得分批進場的好機會。哦，对。除了恐慌指數之外，還有哪些關鍵的指標可以注意呢？團隊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其實那個媒體上面很多人都說，那個外資的空單它來到7、8萬口，大盤應該要崩盤。好，但其實我帶一張圖讓大家來簡單來看一下，為什麼外資在最近一路上漲的過程，它的空單會這麼多？那其實我簡單介紹一下，有一個東西叫做價差，價差就是我們把期貨減掉現貨。那這可能稍微難一些，我都在解釋哦。那如果是正價差，代表期貨比較高，現貨比較低，所以外資他們很有錢嘛，他就會去做放空期貨，去買進現貨的動作。所以你就會發現，在我們這張圖法上面，我們圈起來有3個這個虛線的地方，都是正價差。那正價差的時候呢，其實大盤就是會上漲，而且你會看到外資的空單就會越來越多哦。那反之，你看，假設在6月、7月之後，比如說大盤變成了逆價差，那時候可能就會回到一個震盪的狀況。所以要提醒觀眾朋友，你看到外資的空單，不代表大盤一定會崩跌，因為它有時候是在做套利的。雖然它到將近8萬口，可能會有一些複合型的組成哈，包括第一個，它可能是在做避險；第二個呢，它可能在做套利。那以前常常有人問我說，那個張老師，請問他避險幾口，然後套利幾口？那我就跟他說，我絕對算不出來。我如果算得出來的話，我還坐在這邊嗎？這個太難了哈，你只能說它就是不完全是在偏向保守的看，但是還是要提防，假設它空單太多的話，這個大盤一樣是回到震盪的狀況。是，對。另外一個就是選擇權多空方向。對，那這個叫做 put call ratio， 就把全市場的賣權除以買權，這個我會去觀察一下哈。假設我們看到在這個6月下旬的時候，大盤不是突然重挫嗎？但是 put call ratio 它其實還是守穩在100之上。那如果它在100之上的話，對大家來講，其實它還是多方哦，那不要太害怕。也就是逢回的時候，你偏向多方做，暫時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你去看一下，像2008年這個金融風暴，或者像2022年那時候，因為這個 AI 可能相對不是那麼好，或是台積電被降評的時候，那走了相當大的空頭。那這個 put call ratio 它就降到100下方，那才是真正的一個長空頭。那目前在2026看起來，因為它都沒有太大問題。你去看美股其實也有 put call ratio， 包括個股也有，像你看這個 NVIDIA 的 put call ratio， 或是 Apple 的 put call ratio， 其實都看得到。所以你看到台灣，假設這個市場維持在100之上，那拉回，我覺得不用太悲觀，還是可以偏向多方來看。哦，剛剛鍾哥有提到美國的新任聯準會主席華許嘛，但他之前呢有說這個利率維持不變，但是市場判讀呢是可能這個鷹派的氛圍是升溫的。是，那鍾哥你怎麼看呢？如果我們是滿手科技股的話，其實現在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升息。為什麼呢？因為你看那4大 CSP， 他借了多少錢？如果利率往上的話，其實大家真的是受不了。好，那我們說華許說可能不會升息，但是我們從 Fed Watch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到底會不會升息啊。那我簡單教大家，第一個，你先去點到要開會的日期，所以我們看到上面有個1啊，假設你去看到今年年底的12月份。那第二個，你要先看到這個目前的利率，假設你看到的是這個3.75到4%啊，那就是現在這個利率哦。那我再來去看一下，那目前比較高的是哪一個？那我們看到這個霸狀最高，就是在第3個部分，原來升息1碼的這個幾率是比較高一些。那你看到如果你看到升息2碼，某一天突然飆到更高，高了相當多，哇塞，那你的這個股票可能可以逢高先獲利一下，因為升息太多的話，你的股票可能相對就是比較不安全。那剛刚老於有提到說你也有在投資美股嘛？其實最近我有一些朋友，他們也在問說，也想要買美股啊，但是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方法就是付委託嘛，就是最方便這樣子。可是如果說不想要被一直扣手續費啊，又想要操作靈活一點，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呢？其實我蠻建議說，你可以適當的用那個期貨
而且是像 CME 他們有推一個叫微型的期貨，像我自己就每天都在做微型的納斯達克期貨。那我舉個例子，假設我想要買200萬的股票，但是我在期貨裡面我不需要一次拿200萬出來，我只需要拿出100万，可能70-80萬的現金出來，我就可以操作等值200万的股票。那就是一籃子股票的概念。那像這樣子，我們稱之為一口。那它一口現在保證金是美金4000多塊。那我不建議用剛剛好1:1的方式，我自己是大概5倍，就大概2萬美金的金額來做一口的這個微型納斯達克期貨。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我們人性當你放的錢太少的時候，槓桿等於說開很大。那開很大的時候，你會價格的波動會很敏感，你很容易就受到它的一點點的漲跌被吸進去，然後吸進去以後，你會開始就各種過度交易、亂做凹單，因為它波動太大。那你放多一點錢，相形之下，那個波動對你來講，心裡面會比較能夠承受。雖然還是要嚴守那個風險，對，但是那個資金上面會比較好承受。這樣子。那鍾哥呢？其實一般人要操作跟美國相關的商品，那主要大概分成4大部分。一個就是這個跟美國連接的 ETF， 就是複委託；那一個是直接在台灣買，例如說這個投信公司發行的 ETF。那第3個就是例如說你去買進這個 NQ， 那 NQ 是期貨嘛。另外一種第4個就是小 NQ， 微型的 NQ。那這4種其實有什麼差異呢？那簡單來說，如果你去直接買美國的複委託，它可能這個費用相对比較高嘛。那我們知道精打細算，有的人都喜歡你算的越細，你可能這個長期下來的賺的這個報酬率可能會越好。那我想說，那比較便宜的話，那我就買台灣投信公司發行的，那這個比較簡單，你在早上時段就可以去買到。但是你會發現，那只要這個1點半過後，我好像等於是我的部位就在空中飄，我是任人宰割的魚肉啊，那這樣也不太舒服，所以這也是一個蠻大的缺點哦。那比較簡單，像這個老於剛才說的，你就去做期貨。那我講到期貨，其實簡單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哦。現在台灣很多人在買正二哦，大概有2000億這麼多，2000億不是小數字哈。就這一波其實殺下來，大家都在買正二，然後大家覺得正二好像很安全啊，它就是這個 ETF 嘛。事實上，你買正二啊，投信去買什麼？他去買期貨。他去買台積電期貨，或是買大盤的期貨，也就是其實你就在做期貨，只是你不知道。那你為什麼不自己來複製一個正二正三呢？就是你就用期貨就可以操作啦。但是因為大 NQ， 剛才老於有說小 NQ 是4000美元嘛，所以大 NQ 你要乘以10嘛，就是4萬。那4萬的話，這個金額就相對比較大一些。那為什麼現在你去看 CME 的這個交易所的它公布的成交量，微型的量一定很多啦，一定是最多的。為什麼？因為它很方便，很有彈性。例如說，假設我逢低要加碼2-3次的話，或是4-5次，我就用微型的商品，它是更安全，而且更有彈性。所以這4種商品按照你的交易風格，你可以自己去選擇。如果你是比較保守的話，當然還是以前面2種的 ETF 為主。那如果你是這個稍微比較靈活，你覺得晚上我想要做一些事情，我不想要讓我的部位在這個任人宰割，或是讓這個投信業者去操控，不能講操控嘛，就是可能我比較控制度沒有那麼高的話，其實你自己去做這個 CME 的期貨，我覺得相對是不錯的一個交易方式。是，但是其實我們講到就是工具再好，然後其實這個行情也再漂亮，但如果心態不對，那其實一樣操作一樣會失誤嘛。對。那老於在這條路上走下來，有没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就是一般投資人一定都是先從手上沒有單子，看着別人賺錢開始，自己不敢買，這時候終於鼓起勇氣追了，追了1-2次，好像有點賺錢，但是我只追1口，別人追10口，別人追20口，哇，他賺很多，這時候我不甘願的心情就出來，所以一次就是10、20、10、20開始加，然後很經典的是，你每一次擴大部位的這時候，今天就一定是賠錢的，就是我自己也是這樣子。那我曾經一個晚上，在大概1個半小時裡面虧掉3萬3美金，很多很多啊！對啊，我不敢跟我老婆說啊。那天跟她在客廳吵架，一吵完回房間，
拼命按，各種這是一種舒壓。我本來是想要舒壓，就壓力就更大了。这個例子啊，比較像是家庭的訓示啦，對，老婆永遠是對的啦。對，但是在投資的建議上面，有沒有什麼就是真正我們應該要提防的？第一個最重要的，用閒錢，用閒錢，對，你不要用你睡不着覺，你放進去會提心吊膽的錢，你要用你能夠很開心、很安穩的睡着離開的錢。是。然後第二個是，你不要過度的用還沒賺到的錢，例如說我現在還沒有賺到未實現50萬，你今天就跑去把它花掉，但是這是未實現，如果明天跌下來變成0，但是我已經把它花掉了，這不能算在裡面。第三個，你要適當的去控制你的部位。部位的這個大小跟你的生活的習慣跟週期都有關係，所以如果你發現你做短線心跳很快，手心發汗，那不建議你去做短線，你把你的部位改成長線的，應該會比較舒服。是，剛剛老於有給出一些建議哦，那也想要聽聽看鐘哥的建議，但是可以給3種人。第一種就是手上已經有很多股票的，那第二種呢就是手上有現金想要進場的，第三種就是股市小白哦。但你覺得現在這樣的一個盤勢，他們應該要怎麼做呢？其實這一波從這個2025年1月份漲上來，我覺得大家都不太舒服。那為什麼呢？第一個，滿手股票的人他不太舒服，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停利，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下車，所以每天都睡不好。那第二種人就是他完全空手的，比如說你隔壁老王、隔壁老張，哇，他買了好多0050、006208，那其實去年就賺50%，今年又賺了50%，那你都没有股票在上面，你等於是通膨了。第三種就是他可能想要去交易，但是又沒有管道去學習，所以其實相對是蠻累的哈。那我們簡單給大家一些概念哦。如果你現在是滿手股票的話，你可能可以考慮一下，如果逢高你覺得，比如說短線跌破一個均線的話，你可以做一些避險的部位。那什麼叫避險部位呢？例如說，假設你持有很多美股，你持有很多台積電好了哈，那你可以去放空，可以放空什麼？例如說放空微型的納斯達克都可以啊，就是做一些空方的部位。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散戶只喜歡做多啦。我們以前在這個投資說明會上面去問大家，你有做過空的舉手，大概100個人只會有2個人舉手，就大概2%到5%嘛，就是大家都只喜歡做多。也就是如果這個盤不是一路往上，那我們知道，如果一路往上，當然大家很開心，但是可能不會這樣子啊，應該是一個震盪箱型會很劇烈的狀況。所以第一個你要練習做空，那有一些這個空方部位的話，你會比較安全。那第二個就是，如果你是一個空手的話，那其實你可以稍微分批承接，就是假設大盤你看到在跌，你可以用左側交易。什麼叫左側交易呢？你可能可以把錢分成10部分啊，例如說，假設下來2%，我就打進一口這個微型的納斯達克，這樣也是一個方式啊。那第三種最後就是，你這個假設你以前做現貨的，那你現在想要跨足一些期貨，你可以小額試單，你就用一些這個部位簡單的去用比較大的槓桿去做比較小的口數，這樣比較安全啊。那除了我們剛才說的那4種工具之外，其實芝商所他們今年會推出個股期貨，也就是像輝達的期貨啊，那也有可能會有 SpaceX 期貨。假設我是對一個這個太空這個探索我很有信仰的話，我就可以去買到 SpaceX 的這個期貨啊。我想這個是一個很令人向往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多學習，多用一些工具，我想在交易的路上相對會更安全。聽一聽啊，就覺得期貨真的是，如果說有這種小資本或者想要做一點槓桿的朋友，可以來試試看，對不對？但是最後面啊，我覺得還是要請大家就是要了解，就是具備有完整的知識之後，你才能夠踏進來。還有剛講到這個正確的心態，對。謝謝鐘哥，謝謝老於，謝謝你們，謝謝。